你以为你是主人，你以为他会兑现承诺？作为一个成年人，你还是太幼稚不成熟。一战期间，美国工厂是协约国的生命线，那时候工人是英雄。为了保证炮弹源源不断地运往法国，威尔逊政府成立了战时劳工署，由政府给你撑腰。美国联邦第一次正式表态，工人有权组织工会，老板不准因为你加入工会就开除你。同时强行推行8小时工作制，战时劳工署还有一个极其动人的规定，工资必须能保证工人及其家属生活在健康和体面的水平线上。工人们以为这一套劳资和谐的剧本会一直演下去，他们以为自己成了这个国家股份公司里的合伙人。威尔逊甚至告诉工人们，我们这是为了文明，你们在机房前的每一次敲击都是在为人类文明敲响自由的钟声。这场战争不是为了地盘，而是为了全世界的民主。你们不是在生产子弹，而是在铸造拯救文明的火炬。那一刻，无数工人真的满含热泪，这种热泪是真实的。对于一个一辈子蹲在阴暗厂房，被工头谩骂，被社会视为工具的美国工人来说，总统的话给了他们一种前所未有的神圣感。他们第一次觉得自己那卑微的汗水竟然能和人类文明这么宏大的词汇挂钩。他们相信了威尔逊画下的蓝图，等战争赢了，一个充满公理、没有压迫的民主新世界就会降临，而他们就是这个新世界的奠基人。这种热血让工人们忍受了战时恶劣的工作环境，忍受了飞涨的物价，甚至把自己的儿子送上了通往欧洲的运兵船。1918年11月11日，当停战的钟声敲响，战时劳工署就撤销了。曾经承诺的8小时工作制和集体谈判权被扔进了碎纸机，工人手里只剩下几张已经作废的调解书和由于通货膨胀而变得像废纸一样的钞票。在威尔逊看来，民主是国际政治的博弈工具，是用来瓦解德国接管世界的 PPT 封面。在工人看来，民主是下班后的休息，是不用担心被随意开除的保障，是孩子能吃上肉、能上得起学的尊严。战争一结束，那些曾经拉着工人的手叫英雄的老板们立刻换上了最冷酷的面孔。1919年，工人们因为愤怒，全美爆发了超过3600起停工事件。1919年2月，西雅图6万名工人让整座城市陷入死寂。1919年9月，35万炼钢工人的怒吼，他们要求每天工作8小时，资方利用种族矛盾，雇佣大量黑人工人去顶替白人，导致一次底层之间的血腥残杀。之前的报纸头条歌颂工人如何伟大，现在变成是莫斯科的特工潜入工厂，他们把几乎所有工会领袖的人称作怀揣炸弹的布尔什维克。而此时的美国总统威尔逊，他正要因为巴黎合约问题跟参议院的人死磕到底。1919年9月，他不顾身体虚弱，开启了跨越全美的巡回演讲。他要在火车站、在集会场直接呼吁选民支持他。在科罗拉多州的普韦部落，他演讲到一半，突然语无伦次，头痛欲裂。就在回华盛顿的火车上，他遭遇了严重的脑中风。中风后的威尔逊左半身瘫痪，一度生命垂危。在任期的最后1年半里，白宫陷入了美国历史上最神秘的第一夫人戴政。他的第2任妻子伊迪丝严密控制了谁能见到总统，甚至过滤了所有的文件。他此时看到了很多问题，但他无能为力。威尔逊在晚年曾对一位朋友说：“我太超前于我的时代了，以至于人们听不见我的声音。”在威尔逊的认知里，黑人是尚未进化的种族，无法承担民主的重任，导致后来美国的3K 党在1920年代迎来了他的巅峰。威尔逊退位后，由沃伦·哈定继任，美国开始了长达12年的共和党执政。期间，经济上采取自由放任、保护大企业、减少政府干预、恢复高额关税、降低最高个人所得税等措施；外交上则倾向孤立主义。美国再次从进步时代进入了一个疯狂的新时代，咆哮的20年代。一方面是战后社会的空前繁荣，另一方面是物欲横流带来的精神空虚和道德堕落，最终则戛然而止于大萧条。